我找夫君要生活费，可飞鸽传书却飞到了继子们手里。娘，等我上完朝就给你送过去。娘，等我练完兵就给你送过去。娘，这1万两银子你先花着。我慌了，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养儿防老吗？可10年前我这个后妈刚来的时候，家里还是一穷二白，不仅丈夫天天去赌不着家，孩子还整天哭哭啼啼喊妈妈。在这样的逆天开局下，我靠着没人要的芋头和编草鞋的手艺，好不容易让仔仔们吃上饭。可谁成想半夜突然刮起大风，把屋顶吹没了，让本就揭不开锅的家庭更加雪上加霜。此时4个孩子紧紧抱在床上，惊慌地看着头顶茅草被一片片掀飞，不知所措。我冲上前去，一把将3郎和4娘抱起来，冲大郎2郎喝道：“快出来，房子要塌了！”4个孩子吓一跳。大郎和2郎连滚带爬的滑下床，慌的鞋都没顾上，光脚跟着我跑了出来。空地上5人紧紧依偎在一起，担忧地看着面前这栋小房子，一副随时都会轰然倒塌的模样。等啊等，大风停了，那看起来十分脆弱的小房子居然还顽强地屹立在眼前。但看着散落在地上的茅草，还有那空荡荡只剩下房梁的房子，我一时间不知该庆幸还是该悲伤。房子是保住了，但重新盖顶肯定要花一大笔钱。看着兜里仅剩下的40个铜板，我只觉得天要亡我。我揉着突突跳的太阳穴，示意兄妹4人原地站着不要走动，快步朝村里走去。很快，我敲响了刘家老宅的大门。昨日刚种完所有地，刘家男人们正想着歇会儿呢，此刻还在睡梦中。邱二嫂听见敲门声，前来开门，就看到我面无表情出现在眼前，天还没亮透，好险没把她吓得魂飞魄散。勉强镇定下来的邱二嫂小心问道：“有事？”我开口道：“二嫂，夜里起大风，我家屋顶被掀飞了。”邱二嫂意识怔住，神情一变，关心问：“人没事吧？”我摇头说没事。邱二嫂才松口气，赶忙跑进屋去叫自家男人起来。院里的动静惊动了刘老汉和张氏，二老披衣起来。邱二嫂指着门口道：“爹，老三家的房顶被掀飞了。”刘老汉大惊，又听邱二嫂说人没事，这才放下心来，招呼上3个儿子，拿上修房顶的工具就往刘记家里赶去。他们看到那空荡荡的房顶，二话不说忙活起来。刘肥把掉在地上能用的茅草片都捡起来，刘伯和刘仲看这也不够，赶忙又跑去河岸边割草。刘老汉回家扛来梯子上了房顶，接过刘肥丢上来的茅草片重新铺起来。不过1个上午的功夫，房顶就被父子4人重新铺好并加固，4角还压了几块沉甸甸的石头，以免风大再次掀飞。我心里感激，把昨天买回家的糙米全部熬成粥，刘父子4人在家吃了午饭才走。刘老汉喝着碗里浓稠的糙米粥，又看看蹲在灶台前啃芋头的母子几人，欲言又止，放下空碗，领着刘伯几人走了。走之前叮嘱我，那2亩地快点种下吧，过2日怕是要下雨了。我应知道了，送了几步才回来，叫上大郎，扛起锄头，拿起那罐麦种，朝山那边的2亩地走去。2郎留下在家看家，照看龙凤胎。我自觉有昨天从张氏那取来的种地经，种的地而已，能有多麻烦，却没想到打脸来得如此之快。刘记家的2亩地已经被原身挖过一遍，我只需要挖坑，把麦种撒下去，再埋好就行。然而从下午干到傍晚，1亩地才播了1/10，而且自己刚养好点的身体已经快吃不消了。转头去看坐在田埂上晒得脸通红的大郎，母子俩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绝望。这天气早晚冷，白天热，虫子特别多，母子俩被蚊虫咬得全是包，又痒又不敢抓，怕抓伤皮肤更难受。大郎实在忍不住，轻轻挠了挠脚上的蚊子包，满头大汗地看着我，让我有种自己在虐待童工的错觉。想到明天还要来体验这样的极致折磨，我都想直接穿回末世去。太阳已经快要落山，大郎站起身，有些害怕地望向我：“阿姨，天要黑了。”我被种地虐的话都不想说，冲大郎挥挥手，母子俩伴着月色回到家中。灶台前，我啃着2郎3郎烤好的芋头，在心里想，我得进山一趟，吃食不能靠种地解决，这辈子都不想再种地。第2天一早，我就去山上挖了够吃4天的芋头。那片芋头被我挖了这么多次，已经就剩下一点了。随后把芋头和锄头都藏在山脚下的草丛里。我拿起镰刀去了村民们日常打柴的地方，砍了满满一担柴火，加上前几日囤下的，足够日常使用半个月。到家我也不歇，几个芋头下肚填饱了肚子，拿上家里全部的钱，脚程极快的朝隔壁村走去。半个多时辰后才到达。我先去了铁匠铺，一番讲价，用30文钱换来一把破旧的短刀，所幸刀刃还算锋利，勉强可用。我收起刀，问了句：“师傅，你知道猎户家往哪儿走吗？”铁匠当然知道，都是一个村子的，往东面半山腰上的孤房一指。我道声谢了，转身大步寻去。正是午间，猎户家的门虚掩着，我在门口喊了2声，杨大杨2兄弟俩走了出来。我开口问道：“我来是想跟你们家借打猎的工具，到时候我以1/10的猎物作为佣金返还，不知可否？”兄弟俩狐疑的看了看我，倒也不说不借，只是怕我弄坏他们的东西。更重要的是，不信我真能打到猎物。说是1/10的报酬，可要是什么也没打着，岂不是白白耗费了他们的猎具？我看出他们的顾虑，诚恳的说道：“如果没猎到，我也会按照折损程度补偿相应修缮费用。”心想着2兄弟再不同意，我就要开始卖惨了。兄弟俩见我一副穷苦模样，心软了，冲我招招手，让我进屋里来挑。我挑了一把弓，是杨大惯用的那把，最大最沉，威力也最大。杨家兄弟跟在我身后，好奇的看我挑选，见我选了最重那把，只觉我不自量力，却不料我拿起那把弓，2指夹住弓弦，居然拉了满弓。看到我把弓拉开，杨大心都紧了起来，生怕我把自己的爱弓崩断喽。我拿起箭筒里一支羽箭搭在弦上，在杨家院子里比划了几下，我满意的收起弓箭，就塌了。一把弓，30支箭，配合短刀，还有家里的绳索，差不多。送我出门时，杨大好奇的问了一句：“秦娘子，你可是天生的神力？”我想了想，点点头，胡说八道，我自小力气就大。我紧赶慢赶，终于在天完全黑透之前赶回了刘家村。可我没急着回家，而是顺路去了刘家老宅。看我背着弓箭，手里还拿着
着一把短刀，老宅里的人都有点反应不过来，我这到底要干什么去？我厚着脸皮直说了，种地我实在是种不了，明日我打算进山一趟，少则3、5日，多则7、8日。家里剩下的麦种还请2位哥哥帮我种一下，还有家里4个孩子，我不在的这些日子，劳烦2位嫂子帮我照看一把。说着，把仅剩下的10个铜板掏出来，递给呆住的何大嫂。大嫂，家里准备的食物只够孩子们吃4天，剩下的还得麻烦你帮忙照顾一下。我知道这不够，所以多出来的先欠着，回头我一起补回来。交代完，果断走人，留下刘家老宅一众老少在风中凌乱。张氏打算收回前2日对我的看法，他现在觉得老三家这个新媳妇厚脸皮跟他是如出一辙。天没亮我就起来，烧了满满1壶水，用竹筒装好，又煮了10个芋头，把这2样装在草绳编织的兜子里，一切准备就绪，朝北面重峦叠嶂的山脉走去。我刚一走，侧屋的门就轻轻打开了，大郎和2郎牵着弟弟妹妹，看着我的背影渐行渐远，想去追，强自忍耐住了。我昨晚跟他们说，我要到山里去打猎，少则3、5天，多则7、8日，叫他们自己在家里好好照顾自己，等我回来就有肉吃了。3郎和4娘年纪上小，一听见有肉吃，只顾着开心，没想别的。大郎却已经知晓一些事理，打猎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，深山重重，里面布满了凶猛的野兽，会吃人。但大郎心里还有一个更加阴暗的想法，他总觉得我是想找个理由抛下他们这4个累赘，独自离开。但看2郎、3郎、4娘期盼的眼神，便不忍心说出这个猜想，希望是自己多想了。应得了我嘱托，天一亮，刘伯和刘仲就拽着不情愿的刘肥朝老三家来了，拿剩下的麦种扛着锄头下地去。与此同时，我已经进入北山外围，我先找个向阳地方坐下喝水，又吃了点东西，休息片刻，全力向森林深处行去。山林里的鸟儿和小兽时不时就从我身旁跑过，我将刀别在腰间，将弓箭取下。又一次有飞鸟因受惊从头顶飞过时，箭搭上弦，朝天一箭，只听见一声鸟惨叫，紧接着一道灰影就从树丛之间挣扎着坠落下来。我拨开身前野草，快步朝坠落方向赶去。一只翅膀中箭的灰鸟正在落叶里挣扎哀鸣，我捡起那只飞不起来的胖灰鸟，用绳子捆住它的翅膀，别在腰上继续前行。我一路走，一路用遇到的动物和飞鸟找回熟悉的手感。等走到傍晚时，身上已经挂满了各种半死不活的小动物，有野鸡、野鸟、小松鼠，还有一窝兔子。因为带着这一窝兔子，我只能在附近找个背风的山坳停下。此时带来的芋头已经吃完，谁也只剩下1/3。山坳石壁上有溪流渗出，我用树林里随处可见的棍子刨了个小坑，等了一会儿，水流积攒起来，就成了一个小水洼。天已经黑透了，我升起一个火堆，把飞鸟和野鸡杀了烤来吃。烤好的肉附着一层油脂，咬一口，鲜香四溢。没一会儿就把一只鸟和一只野鸡吃得干干净净。吃饱，往火堆里加了几根柴，我就休息了。山里昼夜温差大，我只能往身上盖满枯叶，这样既能保温，也可以隐藏自己，免得被半夜觅食的大型猛兽发现。半夜，天空中淅淅沥沥下起了雨，火堆被浇灭，一阵冷风打过来，我拴间清醒。7只活兔子被拴住脚串在一起，雨一下，它们就各种焦躁，怕它们把觅食的大型野兽吸引过来，我只得把它们都杀了。处理好兔子，雨更大了。山坳这处已经无法挡住雨水侵袭，下雨天野兽不爱出来，我冒雨离开，继续寻找山洞。终于在天光亮起时，找到一处掩藏在杂草丛中的天然山洞，身上都已经湿透，我又累又困，但不敢休息。死兔子和杂物放在山洞里，立马出来寻找那些藏在落叶下没那么湿的断枝，回到山洞升起火堆。有了火，体内急剧消失的温度终于慢慢回暖，我这才有功夫观察自己现在所在的山洞。这是一个天然形成的山洞，洞口低矮狭窄，隐蔽性很高，洞里的空间也不大，莫约有个5、6个平方，但高度不错，勉强能站立。这简直是一处绝佳的据点，我决定接下来几天就住这。将衣服头发都烤干后，我把洞口的行迹遮掩好，抓紧时间在山洞里补了一觉。我一觉睡醒，雨已经转小，但一眼看去全是白雾，这样的天气动物是不会出来的。想到这，我先挑一只兔子，剥皮取肉放火上烤，早饭午饭一起吃。一个上午，我把7只兔子全部收拾干净，剥好的皮子完整度极高，用草木灰简单处理了一下，杀出来的肉全部一起烤了。之后想吃直接加热一下即可，携带在身上也方便些。等到中午，雨完全停下，小动物也试探着离开窝，在林间走动。我把山洞遮掩好，拿上武器去寻找水源地。朝着水源地进发的路上，我射出去2箭，打了一只黄鼠雕和一头狍子。经过昨天的练习，我现在射箭准头很准。我砍了一根粗树枝当做扁担，把这2只猎物绑在树枝上，挑着来到水源地。这是一个在山顶中央洼地自然形成的小池塘，水很浅很清，里面还有鱼。我把担子放下，找一处干净的地方洗了把脸，尝试抓鱼。没想到这里的鱼躲都不会躲，动作迟缓，我一抓一个准。没一会儿，我就抓到了6条2、3斤重的鱼，用草绳全部串起来挂在扁担另外一头，又装满1竹桶水。黄昏时分，是山里野兽们最活跃的时候。我提前离开水源地，挑着今天的猎物躲在附近观察情况。在距离水源地还有2公里的地方，发现了一堆新鲜粪便。根据末世求生的经验，这应该是一头成年黑熊留下的粪便。我内心狂喜，既然已经发现其踪迹，我就不打算放过它。转眼天快黑了，我带着今天的收获回到山洞，一边烤着鱼当加餐，一边思考怎么引黑熊出现。可晚上突然又下起雨来，而且这下就断断续续连着下了2天。我不甘心就这么下山，于是决定留在山洞，继续等待时机。距离我进山已经过去了4天，这4天里雨一直断断续续下个不停。短短4天时间，气温连降了好几度。刘大郎和刘二郎在屋里生了一堆火，但屋子总有风漏进来，烤着火还是冷。我留下来的芋头，今早吃了一顿半饱后就已经没有了。屋外一直下雨，地面泥泞不堪。大郎和二郎想出去挖些野菜，也出不去。要是淋了雨，感染了风寒，他们无钱买药，只有死路一条。已经好几日没见到我，
四娘数着手指头，一日日的算，每天都要问大哥阿娘什么时候回来。到了今日，4根手指头掰完了，又问大哥阿娘怎么还不回来。三郎小声的问二哥阿姨是不是不会回来了。二郎瞪他一眼，别胡说，等雨婷阿姨就回来了。三郎安静了片刻，又忍不住皱起小脸担忧道，二哥你说阿姨会不会已经被野兽吃掉了啊？话音落，四娘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四娘不要阿娘被野兽吃掉。她这一哭，屋里另外3人都沉默了。沉默了3秒之后，三郎没憋住，也跟着哭，委屈的抬起小手抹眼泪，哽咽说阿姨不要我们了，她肯定是跑了。二郎担忧的看向大郎，大哥我真的跑了吗？大郎看着哭得惨兮兮的龙凤胎，又看看满脸惶惶不安的二郎，心中多日的怀疑仿佛被证实，正要咬牙呵斥弟弟妹妹说别想我了。突然门外传来敲门声，大郎二郎开门，我是大伯娘，你们吃了没？我蒸了几个糙米窝头，快出来拿。屋门缓缓打开，看见哭兮兮的三郎和四娘。何大嫂惊讶地问，你们俩怎么哭了？是不是我来晚了，饿了呀？说着忙把篮子里用纱布盖着的糙米窝头拿出来递给2个孩子，又跟大郎和二郎说，老三家的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回来，接下来几日你们要吃饭就到老宅来，他给我留了铜板买粮食，叫我照看下你们4个的吃食。大郎震惊地抬起头来，他给你留了钱，不是丢下他们偷偷跑了？何大嫂点点头，看龙凤胎大口啃着窝头忘了哭，没好气的小声嘀咕，你们这后娘跟你们爹真是一个德性，就留了几个铜板，要应付你们这4张嘴，我还不知道要贴多少，这都去了4日了，也不知道还要等多久才回来。深山哪里是那么好进的？她一个弱女子要是被……话说到这，才发现4个孩子凶狠地盯着自己，仿佛一副再说一句后娘坏话就上来咬自己的模样。何大嫂急忙收了声，她把篮子里剩下2个窝头塞给大郎和二郎，再次叮嘱早晚自己来老宅吃饭，我可没空天天给你们送，家里活多着呢。又小声嘀咕一句，还挺护着他，这才挎着空篮子快步离开。等何大嫂一走，刚刚还满脸忧愁的兄妹4人立马换上笑脸，啃着手里还热乎的糙米窝头，心想着后娘没丢下他们，他还叫大伯娘管着他们呢。二郎笃定地说，大哥他肯定会打到猎物回来的。大郎看了眼弟弟，点了点头，嘴角翘了起来，快吃，吃完了烧水把脸都擦擦，然后去睡觉。四娘最先吃完，吃完就乖乖坐在门槛上，等着哥哥们把水烧好，第一个洗脸。大郎把2个小的收拾干净，赶他们到床上去窝着，免得受凉。收拾干净了自己，大郎和二郎又拿起扫帚开始打扫家里的卫生。大郎打扫的动作一顿，惊讶发现后娘才来了短短几日，自己居然就想着要依赖我了，甚至他都没想起来那个被带走的亲爹。有那么一刻，他还想，要是日子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，那个男人不回来也挺好的。二郎看大郎在发呆，唤了哥哥一声，接着问道，你也在想后娘吗？大郎回过神来，胡乱的点了点头，害怕自己心里那些阴暗的想法被弟弟发现。二郎低声说，也不知道后娘现在怎么样了。此时骑在树上的我没控制住，狠狠打了个喷嚏，颤得手里的刀一抖，险些被站起来的黑熊一巴掌薅下来。黑熊见我上了树，也猛地一跳，窜到了树上，一人一熊站在一根树杈上，面面相觑。我没有半分犹豫，取剑拉弓，迅速射出一箭。这近距离的一箭，毫无意外地射到了黑熊身上，不过威力不大，只是扎伤了他的皮毛，不过惹得他更加暴怒，吼叫着一下子就朝我身上扑了过来。而此刻我已经换上短刀，对准黑熊的腹部狠狠一刀，接着用力一踹，上一刻还杀气腾腾的黑熊，转眼间的功夫就从4米高的树杈上摔了下来。我自树枝上纵身一跃，以全身的重量刺向倒在地上痛苦翻滚的黑熊。一声短促的哀嚎过后，黑熊脖子上多了半截刀柄，刀深深插进他的咽喉。黑熊不甘地咽了气，跪在黑熊身上的我将刀拔出，垂眸看着身下惨死的黑熊，嘴角疯狂上扬。有了它，这个冬天应该会很好过。我把黑熊拖回山洞后，天已经完全黑了下来。黑熊身上的伤口血腥味浓重，极易引来其他觅食的野兽。这一整晚我丝毫不敢懈怠，在山洞外生了2个火堆，时刻提防着，察觉到危险靠近立马射箭警告，能不出山洞就尽量不出。如此终于熬到天亮，我不敢耽误，吃2只烤好的野山鸡，把黑熊和其他猎物全部绑在拖架上，便动身下山。我没走来时的方向，而是直接朝开阳县县城方向走去。这头黑熊附近的镇子肯定吃不下，我也没精力一点点拆分了卖掉，不如走远些，直接到县城里，那里有钱人多，应该能卖得快一点。来到官道时已近黄昏，进城时，城门口的守卫看到我拖架上的黑熊，表情从难以置信。不到1炷香的功夫，有人猎到熊瞎子并入城准备出售的消息，就传到城中2家酒楼掌柜耳中。前去探听的小二急忙催促，掌柜的，我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大的熊瞎子，您快些去吧，晚了只怕就被对门买走了。范掌柜一听对家已经要过去了，顾不得吃惊，立马往城门口那边赶去。我此时正在城门附近的馄饨摊，一口气点了5碗猪肉馅的馄饨，我端起碗一口接着一口，大快朵颐。摊主煮馄饨的速度都抵不上我吃的速度，连吃3碗，第4碗还在锅里。摊主抹了把头上的汗，抱歉道，客官稍等，再煮了，再煮了。范掌柜到的时候，我刚好吃完第5碗馄饨，肚子8分饱，一脸满足。穿越到现在，这是我第1顿正经饭。范掌柜惊讶问姑娘，这头黑熊可是你猎的？听见有人问熊，我拿刀站了起来，走到自己的摊位前，对这个询问的中年男人应道，是我的，你要吗？整头带走，我可以给你便宜点。范掌柜看了我一遍，又看黑熊一遍，
又环视周围一圈，见没有任何交通工具，忍不住问了一声：“这些都是姑娘一个人扛下山来的？”我点点头，继续推销自己的猎物。这些活物都还新鲜着。这头黑熊是我昨天傍晚杀的，这天也不热，都好着呢。范掌柜顺着问：“那这黑熊姑娘打算卖多少？”我刚进城就被馄饨吸引了，还没来得及去打听这些猎物的售价，尴尬反问：“你出多少？”范掌柜想了想，试探着比了一个数：80两。我立马在脑子里换算，按照刘家村的最高生活标准，一家5口1年大概花费20两，这80两就相当于4年的好吃好喝。想到这，我点头答应了下来。行，80两成交。我甚至好心的送了一只山鸡做天头，还礼貌的问了句需不需要送货上门服务。不等两人回答，我直接把整个托架抬了起来，冲范掌柜抬了抬下巴，示意他带路，迈步就走。看我轻松抬起100斤黑熊，范掌柜惊的下巴差点掉下来，我却在前喊走啊，我等着结账呢。到酒楼后，我将黑熊从托架上拉下来，放到提前垫好的芭蕉叶上。我搬动熊的时候手上沾了血，范掌柜忙让小二给我舀一盆热水洗洗。等我洗完手，大师傅已经带着2个学徒商量着要去找城东的屠户过来帮忙宰杀。面对这样完整的大家伙，他们有点不敢下手，一来怕弄坏了这张皮子，二来需要最完整的保存熊身上的各个重要部位，方便做出好菜卖个高价。我原本已经要去大堂结账，听见厨房里传来的话，主动探出身子朝里问：“我会杀熊，剥皮抽筋我都在行，我也不要工钱，管我一顿宵夜，再给我个地方睡一宿就行。”大师傅有点心动，马上催徒弟去问问范掌柜行不行。徒弟跑着去的，很快就回来了。正在大堂打熊菜招牌的范掌柜也跟了过来，跟我说：“姑娘，你看这样吧，你这些猎物我家酒楼都收了，等我忙完这会儿一块结给你。再有就是这杀熊该是多少是多少，你先杀着，酒楼正好有不少空客房，我给你留一间，今晚你就在这住。”范掌柜现在已经确定我是个不一般的奇人了，遇到必须要结交一番，人情是最贵的，以后肯定有要我帮忙的地方。我大方道谢，问学徒要了一张围裙，进厨房找了一把小巧锋利的，开始干活。我动作十分利索，从哪里开始剥皮，哪个位置不好剥，哪会有骨头都一清二楚。一张熊皮2炷香的功夫，我就完整的剥了下来。熊皮拿出去，先晾在后院的杆子上，随后掌柜自会找人前来处理。我换了一把尖刀，把剥了皮的熊搬到院子里，开膛破肚，分拆骨头和熊掌、熊胆等比较珍惜的部位。前厅里，范掌柜一番宣传，已经有人过来想要吃口热乎的熊掌。我一边剁肉，大师傅一边开火掌勺，忙得热火朝天。这番忙碌直到深夜，酒楼打烊才结束。深夜，大师傅给众人煮了一锅大杂烩，一人1碗面，一个大馒头，就着汤菜吃。知道我饭量大，范掌柜还叮嘱大师傅多给我2个馒头。经过这一晚的相处，范掌柜对我的佩服都已经说倦了，仿佛已经与我成为知己。吃完饭，我分到一间普通单人客房，洗完澡回到房间沾枕即睡。这一觉是我穿越以来睡得最舒服的一觉。天光亮起，我自然醒来，简单洗漱一下，拿上弓箭和短刀来到大堂。范掌柜见我出来，忙把钱结给我，杀熊工钱加上所有猎物，一共给了我4个20两的银锭，5两碎银块，并310个铜板，一块装在一个布袋子里递给我。钱拿到手，感谢范掌柜昨日的招待后，我离开酒楼，开始大采购。我把整个开阳县逛了一圈，才把家里缺的东西买齐，还有足足600斤的粮食，足够我和4个孩子吃4个月了。东西买齐，我在北城门下花30文钱租了一辆牛车，载着满满一车的东西，启程回刘家村。我边走边清点手里剩下的银子，现在我手里还剩下67两3钱银子，我打算存50两不动用来应急，剩下的17两多，打算把那破茅屋修缮一下，增建2间屋子，然后把围墙建起来。这一路还算顺利，傍晚时分，两人顺利抵达刘家村。我想着家里4个小不点，归心似箭，却没想到一进村，我就感觉到一股奇怪的氛围。这种不好的感觉从进入村子遇到第一批村民开始，他们看到我车上满当当的货物，先是感到惊讶，但因为双方不太熟，就没搭话。但那欲言又止的举动让我有种不好的预感。随后赶车路过村井，饭前的悠闲时间点，这里居然没有人。周嫂子从北边地里见到我，先是吃了一惊，随后喊我：“弟妹，你这些天哪儿去了？你这满满一大车粮食哪来的？算了，你还是快家去看看吧。你家刘老三回来了。”刘老三回来了，活着回的还是死着回的？我话到嘴边又觉得不妥，冲周嫂子点了点头，转头催促车夫快一点，大步朝家里赶去。还没走到家，就看到山坡上的茅草屋前围满了人，其中还有刘家老宅的人。刘老汉和刘国兄弟3个正在跟谁说着话，隐约飘来求您宽限几日，我们肯定想法子陪您等句子。我心里顿时咯噔一下，有种想掉头就走的冲动。然而来不及了，何大嫂一眼看见了我，惊喜的大喊一声：“弟妹，你可算回来了！”家门口上一圈人齐刷刷朝桥这边望了过来，人群中林二宝那张熟悉的面孔再次出现。我紧了紧手中刀，跟车夫说不用害怕，原地等等，然后独自走上前来，开口就不爽的质问：“你怎么又来了？”杀气腾腾，似乎很不满林二宝居然把刘季活着送回来。刘季此时已经是半死不活的状态，一身破麻布裹在身上，满身青紫，意识模糊的被倒在地上。大郎兄妹4人正围在他身前唤他醒来，见到我出现，眼睛齐齐一亮，几乎是下意识的就甩开刘季，朝我这边跑过来。我面对4个孩子，神色稍微有所缓和，挨个摸摸脑袋。大郎、二郎，你们领着弟弟妹妹进屋里去。大郎深深的看了我一眼，顿了几秒，
这才听话的领着弟弟妹妹进屋。兄妹4人一关上屋门，我手里的刀迅速抬起，速度极快的架到了林二宝的脖子上。围观的村民们和刘家众人被我这举动吓得齐齐倒吸一口凉气。林二宝带来的弟兄们手里的家伙石也立马举了起来，把我围住，想要动手。我喝道：“谁敢动我就杀了他！”刀柄上残留的血腥气钻入鼻尖，林二宝急忙呵斥：“都给我住手，不许动！”随即看向我：“秦娘子，你这是什么意思？我好心把人活着给你送回来，你不感激就算了，居然还想杀老子！”我瞥了一眼地上半死不活的男人，笑了笑：“你把人送回来，那债呢？难道一笔勾销了？”林二宝厉声应道：“当然不可能，想都没想。”听到这，我是真的想要了林二宝的性命，可下一秒我却收了刀，伸出手来说了声欠条。林二宝连忙把欠条拿了出来，上面写着：“刘季借林二宝20两银子，约定2个月后原本带息共还22两。如果到期未还，每拖欠1日就多算1两利息。落款日期是7月30号，现在是10月28号，已经超过约期28天，连本带息要还50两整。这个数字正好和我预留的50两不动存款一致。刘老汉一家从年头忙到年尾，最多也就能存2-3两银子。这笔债务对刘家村任何一个村民来说都是一笔天文数字。如果不是刘季现在浑身青紫的躺在地上，刘老汉都想亲手踹死这逆子，我也不例外。”林二宝眼疾手快抢回欠条，往后退了2步，一脸无奈地说：“我们的钱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，全家老小就指着我们过活，这笔钱要是要不回去，我们也不好过。”何大嫂和邱大嫂看着桥上载满货物的牛车，想问我这次进山是不是收获颇丰，兴许能拿出来抵债呢？但还没来得及张嘴，就被刘老汉和张氏瞪了回去。我深吸一口气，狠狠一脚踹到地上躺着的男人屁股上，男人身体轻颤了一下，眼睛紧闭着，不敢动，完全不敢动。踹完，我冲林二宝还有刘老汉、张氏招招手，我们借一步说话。4人来到屋子背后，我开口：“爹娘，叫你们2老过来，是想让你们帮忙做见证。”说完抬眼看向林二宝：“这笔钱我卖你一个人情，到底要还多少？你给我一个数。50两，我告诉你，绝无可能。”我知道林二宝上头还有人，这钱虽然是以林二宝名义借出，但钱绝对不是他的。林二宝换在半刻钟之前听到这句话，肯定忍不住嗤笑出声，但现在他忽然觉得可以考虑一下，毕竟我的本事他也见识到了，万一哪一天他就用得上我这个人情了呢？林二宝思考了一会，无奈地看着我说：“秦娘子，要是日后找不到你人怎么办？”我嘴角翘起，冷笑一声，并不答话。林二宝这才反应过来，他根本没得选，如果不同意，他1分钱也拿不到，并且这条命说不准也要交代在这里。他手上的筹码只有刘季，但我压根不在乎刘季的死活。林二宝深吸了好几口气，噼里啪啦打了一阵算盘，最后给了一个数字：38两，这是最低的了。要是连这也还不上，就没有谈的必要。可以，欠条拿来，纸笔你有吧？再重新写一份证明，刘季跟你的钱款已经结清。林二宝心里顿时松了一口气，纸笔他有，可这欠条写完，林二宝已经签字画押了，而我却没动笔，而是对着刘老汉夫妻开口：“爹娘，这笔钱我可以帮刘季还，但从今往后他的命就是我的了，并且以后我和刘季这个家我说了算，你们必须站在我这边，不可阻挠我做出的任何决定，否则这个字我不会签，就让刘季这混账死在外头吧。”刘老汉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有些愧疚地对我说：“老三媳妇，你这个请求我和你娘答应你，以后这个家你说了算，如果这次之后老三还不知悔改，继续犯浑，那就算你打死他，我和你娘也绝不怪你。”我暗暗挑了下眉，没想到刘老汉这么开明。行，那有您和娘的保证，我也放心了。说罢，在字据上签了字，从腰间钱袋里拿了38两出来。秦娘子，那你好生歇息，我和弟兄们就先走了，有空再来叨扰。林二宝冲我浅浅做了一揖，收好钱，招呼上还蒙着的手下们，走得飞快。刘伯刘仲看向亲爹和继母，钱还了。2老点点头，兄弟俩有点不敢相信，我居然有这么多钱还债。而此时刘季还在地上躺着，刚刚林二宝等人还在，没顾得上，现在要债的人一走，一家子全部围了上去。一阵手忙脚乱后，刘仲和刘伯把刘季抬进屋里。刘老汉派孙子刘金宝去叫村里的赤脚大夫过来给刘季看看。刘大郎兄妹4人听见院子里的动静散了，打开门走出来，先看我，没事了，债还清了，去看看你们爹吧，我去卸货。嘱咐完，我朝还留在桥上的牛车赶去。何氏和邱氏频频望过来，张氏冷哼一声：“瞧啥瞧？没看见天色都这么晚了，赶紧回家做饭去。对了，把老三一家的一起做了。”二嫂邱氏哦的应了一声。大嫂何氏诧异地问：“老三一家不是分出去了吗？还一块吃啊？咱家的粮食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”邱氏没管大嫂，才不往老宅走。何氏一看，只得快步跟上。主屋里都是人，我把刘大郎兄妹4人睡的偏屋收拾一下，让车夫把东西先卸到这间屋子。6袋粮食先搬下来，随后是一堆生活用品。接着我把钱结给车夫后，转身朝主屋里喊了一声：“大郎！”正在屋里担忧看着刘季的大郎闻言，赶忙跑了出来。我拎出一条10斤重的猪肉，拿给你大伯娘，跟他说这是稻草的钱，还有这几日他照顾你们饭食的钱。大郎咽了口水，有些担忧的看了主屋一眼。那我爹他没什么事，你先把肉送过去，这有大夫呢。正说着，刘金宝已经风风火火的把大夫给领来了。去吧，我给大郎使个眼色，大郎看大夫来了，放心不少。拿着猪肉朝老宅那边送去。我也去。刘金宝黑的冲我笑一下，立马就掉头去追大郎，边追边喊：“大郎，你等等我，我跟你一块儿去。”看他们走远后，我回头走进主屋，开口询问大夫：“他怎么样？”大夫闻言看向我，瞧着只是些皮外伤，不碍事，涂点药消肿，好好休养几天就行。然后让刘家派一个人随自己去拿药。刘老汉派刘仲跟大夫去拿药。
又叫张氏和刘肥先回家去，随后跟我要了脸盆打了水，让刘伯给刘季擦擦身子。我退到屋外，侧耳听着屋里父子三人的谈话。刘季刚刚并没有真的晕死过去，所以我和林二宝之间的交锋，还有在屋后和刘老汉张氏说的那些话，他全都听见了。想到我跟林二宝说的那些不顾自己死活的狠话，刘季觉得自己迟早要死在我手上，于是拼尽全力，一把抓住了亲爹的手，说：“爹，我想和离。”刘老汉不敢相信刘季居然有这种忘恩负义的想法，人家刚帮你还了债，你居然说和离？随即红着眼，一字字发狠道：“刘季，再让老子听见你提和离2个字，老子一定打死你再自裁，以免我刘家祖宗怪我教出你这么个混账东西。”刘季愣了愣，心想完了，这次是真的离死不远了。晚饭做好后，刘金宝跑过来叫我去他们老宅吃饭。刘金宝兴奋地说：“爷，爹，我娘炒了一盆回锅肉，今天有肉吃，是奶说的，今天托了三婶的福，咱能敞开肚皮吃一次。娘把半条猪肉都炒了，有满满一大盆呢。她很怕去晚了，肉就被大郎二郎几个先吃了，催着爹和也快点走。”刘老汉此时也饿了，于是转头看向我：“老三家的，咱们过去吃饭，让老大在这守着老三，一会儿你吃完回来换他。”我摇摇头，不了。我在这守着吧，爹你们回去，一会儿叫大郎他们吃完早点回来，给我带一份就行。说着回屋翻出一个碗，交给刘金宝，让他拿给大郎，一会儿好带菜过来。刘老汉还以为我是情深意重，其实是他根本不知道我的饭量，我要是去吃又吃不饱，吃多了又不够其他人吃的，还不如自己在家里煮一锅饭吃个爽快。刘老汉看我坚持，也没再说什么，叫上2个儿子，把从大夫那拿来的药放好，叮嘱我记得1日给刘季换2回，就回家去了。他们离开后，我挽起衣袖忙活起来，先把买来的油灯翻出来点上，紧接着生火煮饭，趁着粥还没熟，进侧屋把6袋粮食挪到主屋，紧接着重新把家里4个孩子睡的床铺了一下。我不想和刘季睡一起，于是看侧屋还有些空间，便顺势在侧屋弄了个地铺，铺好后想了想，拿了一张薄棉被到主屋，直接扔在刘季身上。快要冷死的刘季惊喜不已，赶忙扒拉到身上盖着。我看他那糊满消肿草药的脸，冷喝道：“仔细别弄脏了我新买的被子。”本来盖到脖子上的被子默默往下拽了一点，在我踏出门去的前一刻，突然鼓起勇气出声：“娘子，我错了。”我脚步一顿，转过身来，微微眯起眼睛审视床上这个瑟瑟发抖的男人。刘季情真意切地说：“娘子，这次我真的知道错了，我保证从今以后再也不混日子，等伤好之后本本分分找份活干，赚钱养家养你养娃，让你们过上好日子。”我冷笑着挑了一下眉：“你确定？”刘季头点成拨浪鼓，我刘季对天发誓，以后对娘子的话唯命是从，如有违背，天打五雷轰，叫我不得好死。从今往后，我一定好好对娘子，家里脏活累活都给我干，你只管歇着就是。我啧了一声，你最好记住你说的话，说吧，你想干什么？刘季咽了口水，头不自觉偏向灶房的方向。我一边往外走一边说：“从现在开始，你吃的每一口饭，用的每一件东西，连同今天还给林二宝的38两欠债一起，我都会一一记在账上。等你伤好后，老老实实找份工，把这笔账还给我。”说完，拿碗盛了一碗白粥，撒上一撮糖霜，端进屋，递到他面前。看见这香喷喷的白米粥，刘季顾不得身上脸上的伤，愣是爬了起来，端起碗就吃，边吃边说：“都听娘子的，以后娘子你说什么就是什么。”反正吃饱了，他眼睛一闭，就说自己睡了一觉醒来什么都忘了，可不记得答应过我什么，却不知他这无赖的心思早已被我看透。他若是不记得了，我有的是法子帮他恢复记忆。吃完晚饭，刘仲把大郎兄妹4个送了回来，顺便看一眼刘季的情况，见他都盖上崭新的棉被，还喝了浓稠的白米粥，顿时觉得自己白操心了。来到屋外跟我说，有要帮忙的尽管来老宅找他们，就回家去了。大郎4个端回来满满一碗菜，其中半碗都是肉。菜放下，大郎进屋里瞅了他爹一眼，见他还喘气呢，就出来了。4个小萝卜头围着我蹲在我面前，问我进山打什么家伙，去了什么地方，还有肉香不香。看我把米粒粘在嘴角，四娘立马伸出软乎乎的小手帮我把米粒拿掉，满心满眼只有阿娘。屋里的刘季等啊等，等啊等，都没等到2郎、3郎、4娘进来看他一眼。再听见屋外传来兄妹4人与我亲昵的说话声，刘季眼睛睁大，不敢相信，这才短短几天，人心就全被我收拢了。一时间只觉得胸闷气短，还头晕，便很快昏昏沉沉睡了过去。一觉醒来，天光已经大亮，想上厕所又动不了。刘季虚弱的喊：“大郎，大郎！”屋门从外面推开，4个小小身影糖葫芦串一样走了进来。看到这4个穿戴一新的孩子，刘季差点没认出来。大郎走上前，捡起放在床板底下的尿壶：“爹，你要尿吗？”见刘季点头，大郎便叫4娘出去，扶着刘季下床释放。刘季舒服了，重新躺回床上。大郎拿着尿壶去后屋的斜坡倒掉，回来舀水洗手洗尿壶，收拾干净才重新拿回屋，整齐的摆在床底下。刘季愣住了，往日何时见过家里孩子这般讲究？往日鼻涕挂到嘴边，用舌头一舔就完事，现在帮亲爹倒了尿壶都要洗手了。愣完，刘季是探问：“你们后娘呢？”大郎把答道：“清早就出发去下河村了。”刘季打量着眼前这间熟悉又陌生的屋子，昨天天黑他没怎么看清，这会才发现家里变了样。虽然还是那个破茅屋，但物件都是干干净净的，也没有怪味，反倒飘着一股米香。刘季摸了摸肚子，大郎立马问：“爹，你饿了吗？”刘季狂点头，想起昨晚吃到的白米粥，忍不住咽了口水。大郎叫他等等，走出门外，来到灶台前，把温在灶上的肉粥盛出来，端给刘季。昨天的白米粥加了糖，刘季已经觉得很奢侈了，没想到今天的粥里居然还有碎肉块。天爷，你们娘几个过的什么日子？我这败家娘们有点银子就可劲霍霍，也不知道省着点花。刘季一边吐槽，一边靠墙坐了起来，欣喜的伸手要去接碗，结果抬眼一看，才发现大郎兄妹4个站在床，目光悠悠的看着他。4娘气鼓鼓的说：“爹，我要告诉阿娘，你说阿娘坏话。”3郎是妹妹的跟屁虫，嘴里跟着喊：“告诉阿姨。”刘季浑身一颤，忙道：“别，爹看
开玩笑呢，三郎四娘听话，可不敢跟你们后娘讲，要不然爹就活不成了。三郎和四娘怕说了爹活不成，这才怄得点点头。二郎瞥他爹一眼，就知道吓唬小孩，想起早上后娘分的肉粥，舔了舔嘴巴，他还没吃够呢，揪揪大哥的衣角。大郎看弟弟妹妹盯着粥碗馋嘴的样子，心头一软，招呼他们一人再喝一口，只许一口。阿姨说吃多了肚胀，不能贪心。于是乎，刘季目瞪口呆的看着二郎三个大孝子凑到一起，一人一口肉粥，把原本满满一碗喝的只剩下半碗，才递给他。刘季气得嘴唇颤抖，一时间说不出话来。不过眼珠子一转，主意又来了，接过粥碗，狼吞虎咽舔干碗底，把空碗丢给大郎，招招手，示意兄妹四个围拢过来，关心问：这些日子爹不在家，让你们受苦了吧？有什么委屈跟爹说，回头等爹好了就给你们做主。二郎摇头，不懂什么叫委婉，直接说没有。三郎懵懂的牵着妹妹的手，兄妹俩也很认真的大声道：跟着后娘有肉吃。大郎看了眼他爹实话的表情，嘴角翘了起来，不过又很快压下，挥挥手把弟弟妹妹赶出去，提醒道：爹，你要换药了。刘季捂着受伤的心，欣慰的看着给自己兑草药的大郎，感动道：儿啊，爹就知道你最孝顺了。大郎没应声，把药粉兑水熬成糊，爬上床帮父亲换掉脸上的药，做完就拿一根小板凳坐在大门口，看着弟弟妹妹们玩石头。早上我去了下河村一趟，把弓箭还给杨家，弓还是好的，就是箭支废了10支，我也如约给了他们1/10的收益，8两5钱银子，当做租借弓箭的费用。杨大兄弟两惊呆了，没想到我一口气拿了8两多给自己，当即好奇地问：秦娘子，你这是猎到大家伙了吧？我面对他们也不避讳，只说是的，杀了一头黑熊。我问他们能不能帮自己做把弓，杨大收起震惊，爽快答应，知道我力气大，还问我想要个怎样的，我要求不高，跟你这把弓一样好使就行，拉力往上加1倍，应该能行吧？杨大想了想，这附近能采到的料子，还是不敢打包票，我先试试看。我点点头，给了杨大300个铜板，算作定金，让他先坐着，做好了托人到刘家村说一声，到时候我来取。从杨家下来，我又去了铁匠家，把短刀修整一下，顺便订了一把长刀、一把短笔、一个弹弓。可盛国没有弹弓这种东西，于是我把弹弓架子画出来让铁匠做，还让他帮忙做了50枚玻璃弹珠大小的钢珠。至于皮筋，就得我自己找替代物来替代了。这一上午赚下来，兜里的银子只剩下25两。我一到家，4个孩子立马扔下手里的石头泥巴，围在我身边。要换了吗？我一边问一边进了主屋。大郎说药已经换过了。刘季正躺在床上为自己的脸忧伤，一看见我，整个人都不自觉变得僵硬起来。我点点头，例行公事一般问刘季感觉怎么样，好点了吗？今天有大小便吗？吃了什么？喝了多少水？刘季微微皱眉，这是关心吧？是吧？见爹愣着，大郎替他回答，喝了1碗水，半碗粥，尿了尿。刘季脸涨红起来，呐呐道，好多了。我上手拨开一块草药膏，果然青肿消下去许多，看来村里大夫开的药效果还不错，照这个速度，过个3、4天就能下地开始干活了。看完刘季，我转到厨房做午饭。这次我简单煮了一锅饭，捏了6个饭团，小孩吃小的，大人吃大的，我自己吃超大的。刘季看着大郎送进来的白米饭团，又一次被家里的富裕给震惊了。还有50，你们一日吃几餐？大郎啃着香喷喷的白米饭团，比了3根手指头。刘季又震惊又欢喜，心想着要是日日都能有这个伙食，叫他哄着点那恶妇也不是不行。咬一口手里的饭团，软饭真好吃。吃完午饭，我又出去了，带上买回来的针线棉花，还有3匹布，来到刘家老宅，蹲在门口玩石子的金花第一个发现我，抬头喊了声三婶婶。我手上拿满了，没办法摸摸头，笑着问大伯娘和你娘在家吗？金花点点头，娘和大伯娘在织布。堂屋里的张氏听见门口的动静，放下手里的活计起身，就见我拿着棉花和布匹走了进来，疑惑问老三家的，你这是？我先喊了声娘，又看向西屋，我找2位嫂嫂帮忙做几身衣裳。爹呢？我想趁着这些日子农闲，把家里屋子重新盖一下。张氏闻言朝屋后大喊一声，当家的你快来，老三家的找你。西屋里的何氏和邱氏听见动静，也停下手里的活走了出来。我立马抱着怀里的棉花和布匹赶过去，2位嫂子可否帮我做几身衣裳？我这里有3匹布，我和4个孩子过冬的棉服1人1套，然后再各做一身里衣，再用这红色的布给他们4个做一件过年衣裳，喜庆喜庆。见他们愣住，我又接着说，我买布的时候掌柜的帮我算过，这3匹布和棉花做完我要的还剩不少，要是2位嫂嫂不嫌弃，就当是辛苦费了。听见这话，何氏和邱氏这才注意到我手上拿着棉布，棉花买的也是最好的，一看就暖和。如果按照我说的，只给大郎兄妹4个小娃娃做衣裳，以他们的裁剪手艺，还能多出一身成人的料子。家里的金宝和金花1人也能做一身呢。妯娌2对视一眼，笑盈盈的说我太客气了，伸手来接这些布料。邱氏温柔一笑，我和大嫂2、3日就能做完，到时候给你送去。此时刘老汉走了过来，疑惑问老三媳妇有啥事？我把自己想建围墙和修整房屋的事说了出来，问问刘老汉有没有什么省钱的经验可以传授。刘老汉觉得这是好事，若只是修个围墙，咱们自己去河里捡石头垒起来做地基，再到南山那边挖点土围上去就是了，花费不了什么银钱，就是自个费些功夫。不过你要修整房子还想盖瓦，那这银子可省不了。我点点头，这个我知道。不瞒您说，我这次进山收获还不错，还了债，现在手上还剩下7、8两，我就想着不如拿来把房子修一修，免得冬天到了睡得胆战心惊的。清楚我的预算后，刘老汉告诉我，盖房子这个事只要银子在手，其实很容易。这2个月农闲，村里到处都是人，建房子在乡下人看来不是啥技术活，就是还需要一个总工头。他推荐住在村口的九叔，九叔经验丰富，威望也高，小伙们不敢忤逆，进城也能顺利些。材料方面，喊我瓦可以去下河村买，土可以去南山挖，只需要跟村长和组长说一声就行。木料得找村里人买，说干就干。下午我从剩下的肉里割了2块1斤重的，
去找村长和族长报备。村里无主之地都默认村民共有，土也是一样，日常使用就算了，用量大了，需要建房子这种，最好还是跟村里说一声，有个交代。村长和族长其实也是叔叔辈和爷爷辈的亲戚，并没有为难我这个晚辈，除了听见刘老三家要建房子有点意外之外，乐呵呵就应下了。从村长和族长家离开后，我便跟刘老汉一起去找帮工，他们一听有包1顿午饭，并且一人1天还给2文工钱，于是也都很乐意过来帮忙，如此人手已经够了。九叔那边刘老汉去说时间也不早了，我先回家去准备。次日天刚蒙蒙亮，还躺在床上做美梦的刘季突然听见屋外一阵响动，吓得从惊坐而起。刘季有点惊慌，朝门外大声呼喊大郎大郎。大郎推开房门，一脸茫然的走了进来。爹，你要尿啊？刘季无语的瞪儿子一眼，一天天见了自己就是问尿不尿的，哪里来这么多尿啊？不尿。屋外什么动静？你们干什么呢？轰隆隆的。大郎把夜壶放下，答道家里要建房子，阿姨带着人在挖地基下石头呢。刘季有点懵，咱们家建房子？大郎的点点头，看他不尿就要出去，爹你不尿我就走了，活多着呢。说完因为不明的看他爹一眼，看起来应该可以帮忙干活了。这么想着，大郎就跑出去找我说，阿姨，我爹好像快好了，他能自己下地溜达了。他昨日傍晚看见的，趁我不在家，爹在屋里把东西翻了个遍。我摸摸小少年的头，行，我知道了，你还是回屋跟二郎他们一块歇着吧，这里这么多人干活，用不着你的小娃娃。大郎有点不好意思的嗯了一声，转身进屋去了。我看着大郎进了偏屋，推开主屋的门走了进去。刘季已经睡回笼觉去了，但也不知道怎么的，突然觉得背后越来越冷，猛的一下，刘季惊醒过来，一抬眼就对上了我冷冽的双眸。娘子，你吓死我了！刘季拍拍胸脯，大口喘气，有些怪怨的看了我一眼。我伸手掀开他脸上糊着的消肿草药，肿胀已经消下去了，只剩下一些青紫痕迹。看来大郎说的没错，是可以下地干活了。起来，我一把掀开他身上的棉被。刘季大惊失色，心想这恶妇莫不是发现他俊美无双，一时兴起想要与他快活快活。我对刘季吩咐道，接下来1个月家里都有人帮工，每日除了咱们自家的1日3餐，每天中午还要给大家伙准备1顿饭食。你伤还没痊愈，就先干点这些轻省的活计，煮完饭要是得闲，就把家务干干。说着便从钱袋里拿了一串铜板递给他，一共是300文钱。家里没菜，你拿去买菜，我前日买的猪肉还剩下一点，再放就臭了，你今天全做了吧。以后每5日做1次肉，早上做软和点，晚饭就做硬点。对了，我饭量大，你记得多煮点，吃不饱我会很暴躁。交代完我就关门，拿上筐子往河边走去。还在想着如何护住清白的刘季，捧着昨天傍晚他找了1下午都没找到的铜板，足足愣了5秒钟，在和铜板对视一眼后，露出贪婪的模样，心想老宅那边2个嫂子种了不少菜，拿把菜还能要他的钱吗？还有村子里其他菜地，他今天这家拿1把，明天哪家拿1把，这样这300文不都是他的？这么想着，刘季把铜板全部藏在家中，锁好门，空着手就出来了，正背着手往河边走，盘算着去哪家小媳妇的地里薅1把菜回来。迎面就遇到站在桥上担着满满2筐石头的我，刘季顿时头皮一麻，努力挤出一个微笑，娘子你来啦，我正要去买菜呢，你想吃什么菜，我买回来给你做。我并不应声，只是走到他身前时淡淡扫了他一眼。刘季下意识抬起手挡在脸上，但并没有挨揍，感觉到人已走远，他这才发现自己被吓得浑身都僵住了。他原地缓了几秒钟，身体才恢复行动能力，一路小跑着冲进村里，抹一把额头上冒出来的冷汗，长吁一口气。家里来了20个帮工，刘家老宅那边除了要给地交份的刘老汉和刘国以外，其余的都来了，甚至连8岁的金宝都过来帮忙捡石头。九叔指挥全场，一部分人负责挖地基，一部分人负责捡石头挑石头，还有一部分人负责挖土。忙活1个上午，围墙的地基已经挖出一个雏形，增建的屋子位置也确定清楚了，这个效率我还是很满意的。就是忙活了1上午，中午饭吃得我很不开心，一大锅半稠的杂粮粥，大米和小米混合，里面零星掺杂着几片指甲大的碎青菜，中午没吃爽，以至于整个下午都沉着脸，浑身上下散发出生人勿近的煞气。刘季蹲在水缸边洗碗，暗中观察我的反应，看我居然没有发作，悄悄松了一口气。气松到一半，我突然出现到他跟前，将几条新鲜河鱼扔进水桶里，居高临下的说，加点水养着，明天中午给大家伙加餐。刘季好奇问，这是从哪儿弄来的鱼？河里抓来的。我继续忙了，走之前我刻意加重语气交代，晚上记得把肉做了。刘季哦了一声，一脸茫然，他其实根本不会做饭，今天晌午手忙脚乱，勉强煮出一锅粥，早已经不记得早上我交代要做肉了。此刻那条肉正挂在偏屋梁下，3日前买来的，要不是这几日气温低，恐怕已经臭了。他将肉拿下来闻了一下，味道没有，但已经不是新鲜的颜色。拿着这块肉，刘季呆呆站在窗前思索了很久，脑袋里关于做肉的记忆全部挖出来，才发现自己印象中关于厨房、关于食物的记忆少得可怜。可今晚这顿肉，他要是再做不出来，只怕难以活过今晚啊！想到此处，刘季不禁悲从中来。此时大郎4个围在床边玩着跳石子的游戏，见父亲站在窗前呆望许久，还以为他中邪了。二郎试探着喊了一声爹，这一声轻唤倒是叫醒了沉浸在悲伤中的刘季，他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般，忙转过身来问他们可会做肉。就连3郎和4娘都点了点头，表示会做。刘季不自在的嗨嗨低咳2声，指着大郎2郎，想把做肉的任务分给他们俩，还打算叫3郎和4娘负责洗菜摘菜，这样他就只需要站在灶台前监工即可。可大郎摇了摇头说，这是阿姨交给爹你的活，你又派给我们干，那你干什么？二郎眼珠子咕噜噜一转，有主意来了，爹，我可以教你怎么做饭，不过阿姨给你的铜板你得分给我们。刘季顿觉没好气，你个臭小子，小小年纪掉钱眼里去了，进了他手的钱可没有再给出去的道理。二郎似是料到他会这般，不以为意的耸耸肩，蹲下身
身跟弟妹继续玩，四人瞧也不瞧他一眼。刘季走到四人面前，小声咬牙质问：你们4个到底还是不是我刘季的种？我可是你们亲爹，还指派不了你们几个了。二郎白他一眼，阿姨又没把活派给我们，倘若是阿姨说的，我和大哥二话不说立马就干，对吧大哥？大郎点点头，他挺担心亲爹这么无赖下去会被后娘休了，到时候后娘就不是他们的后娘，也没身份再管他们了。当然如果后娘不嫌弃，他们4个肯定会跟着后娘走的。刘季那个气啊，抬起巴掌想揍娃，可看着三郎四娘睁着一双大眼无辜地望着他，刘季深呼一口气，扬起的手到底是没忍心挥下去。他烦躁地在屋里走来走去，时不时看一下天色，留给他的时间真的不多了。刘季再次走到4个孩子跟前，咬牙说道：好，给钱。兄妹4个惊喜地对望一眼，二郎立马说：一人一个铜板。然后兄妹4个齐齐把手板心摊到他面前，刘季揉揉发疼的太阳穴，招呼几个跟自己去主屋，掏出藏起来的铜钱，一人发了一枚。拿了钱，大郎就把自己知道的传授给他。大郎是见过大伯母掌勺的，因为那日炒的是肉菜，所以流程他记得格外清楚。先刷锅，锅干刷一层薄薄的油，把切好的肥肉先下锅，大火炒出肥油，然后下葱姜蒜，最后倒入切好的五花肉片，放盐和酱，爆炒起锅。教完，大郎很认真地看着刘季：爹，你别总惹后娘不高兴，万一她要休了你可怎么办？说完，招呼上弟弟妹妹，兴冲冲朝村里刘货郎家跑去。休我！刘季一拍灶台，老子没休了他就不错了。狠话说完，赶忙回头去看有没有我身影，见我不在，又嘚瑟起来。旁边帮工的亲戚族人们看他一个人在灶台那又龇牙又嘀咕的，惊叹道：也是稀奇了，居然能看见刘老三下厨房给咱们做饭。大郎兄妹4个拿了铜板，直奔刘货郎家。这是兄妹几个头一次来买麦芽糖，他们敲响门板，递钱进去。芸娘看是他们4个，有点惊讶，往年可从没见过4人手里有钱，总是穿得破破烂烂的不说，也不爱讲究，又脏又臭，像是乞丐一样。大郎第一次来，有点拘谨，剩下3个就更不敢说话了，巴巴望着大哥。芸娘收来4枚铜板，打开糖罐子，折了4根小棍，搅了4根糖递出去。大郎一根一根发给弟弟妹妹。兄妹4人惊喜地笑着，迫不及待伸出舌头舔了一口，甜滋滋的，比想象中还要好吃。二郎小声说：要是明天爹还问我们怎么做菜就好了。大郎十分笃定地说：他还会问的，毕竟他很清楚他爹是个什么水平，只是想再从他爹手上抠出铜板来没那么容易。芸娘突然想起来先前我寄卖的草鞋，忙把兄妹4个叫了回来，拿出25文钱交给大郎，嘱咐他收好别弄丢了。大郎忙点点头说知道了，然后把钱放在怀里，又问芸娘还有没有事。没事了，这才离开。走到半道上，四娘和二郎的糖就已经吃光了，大郎剩下一口，见2人眼巴巴瞧着自己，无奈一笑，把剩下的递给他们俩，但2人却很懂事的摇摇头。四娘眼睛亮晶晶的看着大哥说：大哥你吃。二郎馋得咽口水，但也坚持让哥哥自己吃完。最后只剩下三郎，一只小手攥着棒子，一只小手虚虚挡住护着糖，只舔了2口就不吃了。二郎好奇地问他干啥不吃，他说我要慢慢吃。路过河边时，二郎想留在这和金宝一块捡石头，三郎立马也说他也要在这玩。大郎扭头问妹妹，四娘摇摇头，2人便先回家去了。我正忙着，只看了一眼在河岸边跟金宝捡石头玩的二郎三郎，就挑着石头往木桥上走了。河岸边，金宝看见了三郎手里护着的糖，想要吃一口，三郎不应声表示拒绝。金宝咽着口水，羡慕极了，但看三郎不肯分他，要面子的哼了一声，我才不稀罕呢，我娘昨日才给我买了，我已经吃得腻了。说完，看三郎还是不搭理自己，气鼓鼓地拉着二郎去翻圆溜溜的那些鹅卵石，而三郎却有些忧愁地望着不远处的木桥。我挑着空担子走回来的时候，三郎连忙向我跑了过来，然后将手上的糖递了出去，却不想糖已经有些化了，看起来一塌糊涂。没等我反应，小家伙便先失落地低下了头。我在他面前蹲了下来，伸手来拿小家伙手上的麦芽糖，有些惊讶地问道：你把糖留给我吃吗？心情低落的小家伙立马抬起头看向我，的点了点头。我好奇问：那你自己不吃了吗？三郎摇头说：你吃。说完小嘴却不自觉蠕动了一下，咽了口口水。我看着这张期待的小脸，浅浅一笑，那我们俩一起吃。三郎不肯，坚持要给我吃。我为了不扫兴，浅浅尝了一口他的麦芽糖，就说吃饱了，把剩下的还给他，拜托他帮忙把剩下的糖吃完。三郎接下剩下的麦芽糖，跟在我后面，一小口一小口舔着吃，还时不时冲我笑一下。我看出来小家伙就想黏着我，但又不好意思说，嘱咐他自己看好路别摔跤，也就随他去了。重新担起一担石头回家，三郎把我一路送到木桥那，然后等我回来又跟着我去河边，如此反复。麦芽糖早吃光了，开心却一直持续。天色渐晚，前来帮工的亲戚族人们忙活了一天，酒书一喊停，便默契带着各自的工具回家吃饭去了。灶房里，刘季忐忑地把满满一大碗肉端进正屋，摆好碗筷，放下一锅有点焦糊的米饭，招呼着孩子们坐下，只等我到位就开饭。我洗干净手，擦干净脸，这才进屋坐下。看到饭桌上一大盘油汪汪的炒五花肉，还有带锅巴的白米饭，我眉头微皱，拿起碗筷吃吧。我一喊开饭，父子5人的筷子立马伸向那盘肉，可那肉没有任何搭配的蔬菜，一看就很油。我不抱期待地吃了一块，眼睛一亮，居然还不错。一块肉2大口饭，完全没有觉得油腻，脆脆的锅巴饭也很香。我连吃5碗，这才放下碗筷，满足地抹了抹嘴角，对刘季说：营养搭配要均衡，下次搭配点蔬菜。刘季见过关了，心里松了一口气，答应下来。吃完饭，我让刘季把饭桌收拾了，并交代多烧点热水，我要泡个脚。刘季眼睛睁大，可他敢怒不敢言，起身收拾碗筷，不情不愿地去烧水。大郎把怀里那25文卖草鞋的钱交给我后，主动去帮忙，担心他
爹连水也不会烧。这时二郎走过来问我能不能教他和刘金宝抓鱼，我答应，明天有空闲的时候我教你们，不过先说好，教你们抓鱼可以，但不许你们自己私自下河抓鱼，必须要有大人陪同，不然我不教。想起这里的人都很信鬼神，我补充得对天发誓，可不是你们嘴上答应几句就行的。二郎听我这么说，连忙应了下来。好，我跟金宝哥说，热水已经烧好。刘季在厨房喊了一声，我起身招呼上身旁这3个孩子一起到厨房洗脸洗脚。洗漱完，我冲大朗兄妹4个微微一笑，说了句晚安，转身回屋沉沉睡去。而往日要睡到日上3竿的刘季，第2天鸡鸣5声就醒了，一切只因我说早上要吃软一点。于是刘季决定早起蒸馒头，可等我起来时，摆在饭桌上的不是馒头，而是一碗清汤寡水的面疙瘩汤。我浅尝一口，还特别难喝。昨晚好不容易积攒起来的好心情瞬间破灭。刘季艰难咽下自己作废的面团子，企图用这种可怜样让我明白他已经很努力在做了。帮工的人已经来了，我暂且放他一马，跟九叔等人一一打过招呼，开始了忙碌的一天。可能是想挽回些什么，刘季在大郎的帮助下把昨天我抓的鱼全炖了。鱼汤本来就鲜，不用怎么做都好吃。中午这顿稀饭配鱼汤，每人还分得2-3块鱼肉。九叔吃的特别满意，还夸刘季三儿，你这厨艺进步很快啊，再多练练，以后没准能到镇上酒楼当掌勺师傅呢。刘季嘴角一撇，得意地挎着一个空篮子出门去，让他看看今天去哪家好点菜，回来做晚饭。中午休息半个时辰，大家围在工地上聊闲天。这时刘金宝和刘肥他们跑过来喊我，我一抬头就对上他忐忑又期待的眼神，得知他们是来让我教他们抓鱼的，跟九叔说了一声后，就拿着柴刀跟他们来到了河边。我环视一周，走到河边小树林里，砍了几根树枝当鱼叉，分给刘金宝他们。在教完他们快准狠的动作要领后，我亲自示范，扎了一条鱼上来。可眼看屋门前帮工的人已经开工，我只能先行离开。3人目送我离开后，对视一眼，互相打气，分开练习。刘肥和金宝2人心想着，今天非得插到1条鱼不可，否则就不回家了。大郎看着已经去寻找鱼踪迹的2人，迟迟没动，脑海里一遍遍回忆着我刚刚说过的话。九叔说今天围墙的地基就能挖好，等明天把新建房子的地基也挖好，后天就可以开始造房子了。于是我决定现在先去买木料。刘老汉之前说村里有一户人家家里有木料，我便拿着钱去找主人家，花了4两银子买下需要的木粮。我1个下午就把所有木粮都扛了回来，整齐堆在门口的空地上。太阳落山，帮工散去，刘进那边已经准备好晚饭。我喊孩子们吃饭，才发现大郎不在。我疑惑问二郎，你大哥呢？二郎这时正舀水给3郎4娘洗手，闻言答道还在河里抓鱼呢。我好奇问今天他们有抓到鱼吗？4娘抢着说大哥没抓到，小叔和金宝哥抓到了。我挑了挑眉，所以大郎这是不抓到鱼不打算回家吃饭了，正想去河边把孩子叫回来，人家自己回来了，只是一只手拿着之前我给做的树杈，另一只手却空空如也。爹阿姨，大郎叫完人，垂头丧气的去洗手，然后进屋吃饭。刘季幸灾乐祸的用筷子戳戳大郎胳膊，怎么啦？没抓到鱼啊？4娘说刘肥和金宝都抓到了，你们不是一块的吗？看你没抓到，怎么不分你一条？就这么让你空着手回来了？大郎没抓到鱼，本来就很不开心了，再听亲爹这么说，更加沉默。刘季还要再说，我悠悠的目光扫了过来，这才闭嘴，夹菜大口吃饭。我对大郎说，今天抓不到，明天继续抓，总会抓到的，不要着急。大郎把头从碗里抬起来，看了我一眼，的点了点头。今晚没肉，不知道刘季去哪儿买的鸡蛋，炒了一盘鸡蛋，还煮了一碗青菜。从刘季这2天准备的饭食来看，他根本不会做饭，但想着不会也能学。于是吃完饭，我就刘季这2日的厨艺提出了一点建议和要求，希望他能继续进步。我说的和颜悦色，手上却擦拭着几日不曾用过、有点落灰的短刀。刘季见状，只能连声说：“对对对，娘子你说的对。”等大郎兄妹4个洗漱完回屋睡觉，我来到灶边，对刘季说：“明天你跟我去趟下河村，把碗买回来。”刘季点了点头，我们各自睡觉去了。次日一早，我把今天中午要用的食物单独盛出，放在灶台上，嘱咐好大郎、2郎，锁好正屋的门，便拿上防身短刀，前往下河村。这一路上，刘季话多得不行。娘子，你为什么总拿着这把破刀？娘子，你天生丽质，这把刀根本就配不上你的气质。娘子，听大郎他们说你上次进山猎到了一头黑熊，这熊卖了不少银子吧？有100两吗？不过都怪我，要不是为我还债，你也不用进山去冒这个险。我一直不予理会，又突然想起来什么，指了指他的脸。林二宝为什么只打你脸？被带走的那些天你都干了什么？婆婆张氏说林二宝那边不要命，只让人下矿干活抵债。按道理来说，刘季没有理由被打成猪头。刘季神情顿时一僵，敷衍道：“他们嫉妒我俊美的容貌，因为这脸太招女人喜欢，害得矿山上的大姑娘小媳妇时不时就给他送好吃的。监工娘子还让监工专门派些轻松的活计给他干。他们担心家里婆娘魂被勾走，所以就把他从矿山上赶了下来。可怜他啥也没干，就是跟女人们说说话，把大姑娘小媳妇逗得咯咯笑而已。”这些男人就容不下他，果然男人嫉妒起来比女人疯狂多了。想到这，刘季冲旁边草丛吐了一口唾沫，说话间下河村到了。刘季非常殷勤，主动上去找村民攀谈，问得了瓦窑的具体方向，热情领着我过去。是出反常必有妖，做饭的时候我可没见他这么积极过。果然刚到瓦窑，见到这里风情万种的老板娘，我就明白了。一见老板娘，刘季的嘴像抹了蜜一样，一口一个小嫂嫂。老板娘本觉冒犯，抬眼一看，见他模样这般好，向来泼辣的他脸上不由得浮起一抹羞涩。眼看刘季得寸进尺，伸出爪子想碰人家的手，我迅速一巴掌扇过去，
刘季捧着自己迅速红肿起来的手背，咬牙强忍着眼底的泪水，默默退到了我身后。老板娘担忧地看了过来，小兄弟，你没事吧？我微笑摇头，他没事。老板娘，你家的瓦怎么卖的？得知我是来买瓦的，老板娘也就顾不上关心刘季了，一边领着我去看瓦，一边说，这得看你要多少，我们这是瓦窑，乡里之间也散卖，倘若买200片以上，价格就实惠些。之前九叔帮我算过，我家全部盖瓦大概需要2000片左右，可能会剩下一些，但不会超过太多。我边问老板娘，自己先多买点回去，到时候如果有剩下还退回来。老板娘说，如果我能保证送回来的是完好的，能给我退。说完又好心提醒道，最好是富余一些，因为路上运输可能会有碎掉的。我问，那你们帮送吗？我家就在隔壁的刘家村，还有我要2000片，是什么价？老板娘笑了笑，能送能送，这样你要的多，我给你3文4片，这2000片一共算1两5钱，我觉得价钱差不多，当场交了3成定金，让老板娘明天就送过来。老板娘记下了，给我一片木头写的凭证，到时候货送完和送货的伙计对一下凭证，结算余下的钱。看着我从瓦窑里出来，倚靠在门口柱子的刘季忙一本正经站好，笑着问，弄完了？我冷漠颔首。完事我又去了一趟铁匠家，问问自己的武器打得怎么样了。铁匠师傅以为我这是来催了，忙保证道，再等2日，过2日你来取，一准给你做好了。行吧，那我2日后再来。看铁匠忙得不可开交的样子，我无奈离开。刘季跟在我身后，惊讶问道，娘子这就回去啊？抬头看天还不到中午呢，好不容易出来一趟，就去了个瓦窑和没意思的铁匠铺，这不是害他白跑一趟吗？我脚步不停，知道为什么叫你一起过来吗？我原本以为老板没有送货上门的服务，想着带你过来多一个扛包的，所以你运气还不错，逃过一劫。刘季尴尬地吹了吹还发烫的手背，被迫跟上我回家的脚步。2人走了一段路，来到一个狭长的山谷，刘季左看右看，总觉得有哪里怪怪的。娘子，你真的没有觉得这条路看起来阴森森的吗？闻言我突然停下了脚步，回头看他，有神什么？刘季瞬间汗毛倒竖，正想问我是不是故意吓唬他的，话还没看来得及说出口，一阵脚步声就从左边山坡上传了过来，看到从山上冲下来堵在前方的5、6个劫匪，刘季人妈了。娘子，你身上有多少银子，你都给他们吧，咱们命要紧啊！我听说这些劫匪都只图财，咱们主动一点，兴许还能有条生路。我不悦地抬了抬手，示意他闭嘴。刘季看了看身后的豁口，想着掉头跑的话，对方没有马，他也许能逃过一劫。但没等他行动，我已经开口质问对面那6个劫匪劫到的要钱还是要命？对面几人嚣张地笑了起来，并向我和刘季走近，边走边说，要钱也要命，还要小娘子你。话落，其中2人举刀就朝我和刘季杀了过来。行，既然如此，我也没了顾虑，掌中刀握紧，闪电一般，横刀划向一名劫匪的脖子。我拿着刀在他们之间穿梭，简洁快速，一刀一个，淡淡的血腥味在山谷中弥漫。6个劫匪全嘎了。刘季眼睛飞快地眨了2下，他甚至都不知道这6人什么时候倒下去的。我伸手去他们身上摸东西，可惜一个铜板也没摸到，倒是他们手里的刀看起来还不错。我把6把刀全部收拢，起身环顾一周，将6具尸体全部扔到了右侧杂草丛生的野沟里。山林野兽众多，过不了几日就清理干净了。迅速处理了6人，想着日常会有村民过路，我用脚扫着带血的地方，用砂石将血迹掩藏，这样有人来就不会被吓到了。我拍拍手，对了，这6人你眼熟吗？要是这附近的人，那还有点麻烦。刘季僵硬摇头，心想你人都杀了才问，是不是有点刻意？我放松的点点头，不是这附近的人就好。圣国律中有一条，百姓路遇盗贼，击杀无罪。我冲他抬了抬下巴，走了。刘季立马跟上，路过那片被我用脚扫过的沙石时，一个大跨步跳了过去。2人一前一后回到家，已经半下午，何事做完了午饭就回去了。帮工的族人们正在屋前屋后忙碌着，瓦片陆续送来，新屋子在大家的努力下渐渐有了雏形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我惊奇发现家里的饭菜可口多了，家里的屋子也变干净了。我隐约猜到这应该和那天从下河村回来的事情有关系，但我不知道的是，那天2人一回到村里，刘季立马就把藏起来的铜钱翻出来，抓了一把就急匆匆往村里去。他先找到周嫂子，在对方诧异的目光下给了他10个铜板。这是周嫂子莫名有点害怕，今天的刘老三不对劲，别是又干了什么亏心事吧？刘季一脸愧疚地说，嫂子，前几日你家地里的菜都是我摘的，这是那几日的菜钱你拿着，可千万别告诉我家娘子我摘了你家菜地里的菜。什么摘的？明明是偷的！周嫂子火气蹭的就上来了。好啊，原来是你，害我追着村里那帮小子骂了2天，也没人承认，原来是你干的。刘季看他生气，赶忙认错，嫂子你别生气，我是一时间忘了给你钱了，这不就拿钱过来还你了吗？周嫂子清楚刘季什么德行，稀奇的掂量着铜板，反问三儿，今天太阳也没打西边出来，你真是变了，偷东西还知道还回来了。刘季忙纠正，什么偷，我就是买的，嫂子你记住，我是拿钱跟你买的菜，绝不是偷。说完又给了他2个铜板当做封口费。刘季再三叮嘱不要把这事告诉他娘子，得到周嫂子点头答应，转身继续往村头王婆婆家赶去。王婆婆正坐在门口纳鞋底，一看见刘季跑过来，怒喝道，刘老三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还敢到我家来抢我鸡蛋？刘季赶忙说，你别激动，我是来给你蛋钱的，那日走得匆忙忘记了，你别误会，我刘季可不是那种人。说罢数出5枚铜钱放在地上，转身离去。走出去一会儿，突然又掉头折返，嘿嘿一笑，递出5文钱，再同你买5个鸡蛋，晚上给我家娘子加餐。他这些天忙，我得给他补补。王婆婆将信将疑，她让孙子去把钱拿过来，见刘季居然真给钱，这才拿了5颗新鲜的土鸡蛋放在地上，让刘季自己拿。婆婆，你家鸡蛋比别家的好吃多了，下次我还来哈。刘季灿烂一笑，捡起地上的鸡蛋揣身上，转身长舒了一口气，这下总算是放心了。就算家里那婆娘发现，也挑不出他的错，也就不能杀他了。经过刘家老宅时，刘季满脸悲怆地走了进去，平生第一回向他继母张氏好声好气，只为让他传授自己一些厨艺。腊月到来，历时1个月08天的房子总算是弄好了。西边是2间稍大的瓦房，一间是我的卧室，一间是大郎兄妹4人的新卧室。兄妹4人的卧室里面放了我让木匠打的2张1.35米的上下床，这样一来，兄妹4人每个人
人都有自己的独立床位，为了抢上铺，兄妹4人抓阄都抓了很久，最后上铺被3郎和2郎承包，大郎和4娘则睡下铺。而刘季从主屋搬到了偏屋，以后这就是他的房间，屋里都是原先家里用的老家具。对此，刘季经常在做饭的时候小声抱怨2句不公，明明是他在这个家洗衣做饭打扫卫生，待遇却还不如4个每天到处乱跑的娃。算了个黄道吉日，请2位嫂嫂一起做了一顿饭时，邀请村里人过来暖房。刘老汉和村长还有组长坐在旁屋里，身前围着族里有名望的老人们，听着他们的夸赞，抬头看向院子里正和我一块招呼客人们吃菜的刘季。刘老汉朝院里喊了一声老三，刘季穿过院里摆满的桌椅挤了过来，先叫村长和组长，又跟族老们缠笑着点点头，这才来到他爹跟前。爹，你有啥事？刘老汉难得和蔼地握住儿子的手，指着这崭新的屋子说，你看看这亮亮堂堂的屋子，结结实实的青瓦，这可都是姚娘的功劳。仨啊，你以后对姚娘好点，别再犯浑，听见没有？刘季嘴角微抽，心里委屈涌了上来，反手一把抓住刘老汉的手，爹啊，你是不知道的苦啊。刘老汉睨他一眼，你有什么苦的？这么大的屋子给你住着，这么好的婆娘为你持家，你别不知足。刘季算是发现了，现在就算他说我杀人不眨眼，也没有人会相信。刘老汉只当儿子是默认，又交代了一些话，这才放他走。吃完饭，女人们留下帮忙收拾碗筷，趁此机会，我在何氏和秋氏的提醒下，把村里的人认了个七七八八。好几个同龄年轻妇人都邀请我得空去他们家一块做女工，感受到大家的热情和真诚，我笑着应下，好，有空就来，你们可别嫌弃我。院子收拾好，时间也不早了，我送走所有客人，把大门关好，又将个屋都检查一遍，回了自己的房间。我用木炭条在一张木板子上画了一会儿，计算这段时间的开支，发现手里的银子只剩13两7钱。这天气一天比一天冷，柴我抽空的时候压着刘季一块砍了不少回来，堆在进门左侧的柴棚里，烧2个月没问题，就是还得再买些炭，要烧炭就要买炭炉，这又是钱。家里冬日没囤蔬菜，这也得花钱买，钱，什么都是钱。我把炭笔一扔，往床上一躺，烦躁地抓了抓头发，得想个能长期赚钱的营生才行，手里现在剩下的根本撑不了多久。敲门声突然响起，门外传来刘季谄媚的询问，娘子你有空吗？我有事找你商量。我伸了个懒腰，从床上坐起来到桌前，门没锁，你进来吧。哎，那我进来了。刘季一脸讪笑地来到我面前，不好意思地说，那个上次你给的买菜钱已经用完了。我诧异，这么快就用完了？刘季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娘子你给我的是300文，不是3两，咱们吃了1个月08天，1日3顿，算下来1日不到10文钱，还要按照你的要求5日吃1顿肉，这300文我都是抠抠搜搜的，还舍了面子同个家嫂子讨菜，你当我容易？我嘶了一声，自己刚刚那句反问好像是有点过分了，接着挑眉问，这次你想要多少？过冬要囤点菜，没有新鲜蔬菜，有酱菜也行。刘季说，这个我晓得，娘子把钱拿来，我自会置办。经过1个多月的亲身实践，他可以很自信地说，家里没有人比他更懂厨房。刘季来时心里就想好了，让我给他400文，除去1个月的3餐之外，他还要囤些耐储存的蔬菜，比如萝卜、大白菜等。刘货郎家的媳妇最会腌酱菜，得空去跟他讨些回来，等下雪不便出门时，白粥配酱也是一顿好饭食。在吃这一方面，我毫不吝啬，爽快给了刘季4钱银子。这1个月来，家里伙食开得好，刘家父子5人都长出了不少肉。3郎和4娘2个小家伙脸上总算有了点婴儿肥的感觉，我看见了，总忍不住要捏一捏。我走出房间，来到后院，大门方向传来叩门声。打开门，只见一个身材瘦小的老翁牵着一头驴，见了我就问，你可是秦娘子？我点了点头，我是。老翁松了一口气，跟我说，他从镇上来，到刘家村给亲戚家送点东西，路过夏河村时遇到杨家兄弟俩让他带个话给我，说是我要的东西他们已经做出来了，得空了去夏河村找他们。话说完，老翁牵驴就要走了，我压下心里的惊喜，忙叫住他，回厨房从温着的锅里盛了一碗热水给他，谢谢你帮忙带话，喝口热水，天寒暖暖身子好赶路。老翁欣喜接过喝完，将碗递还给我，摆摆手转身离去。刘季抱着一只酱菜坛子从河边走来，狐疑的扫了一眼老翁，走到家门口，好奇问，娘子那老头来咱们家干什么？我叫他进门，把门关上才说，传信的，明早我去趟夏河村拿点东西回来。说着径直进了灶台旁的杂物房，打开锁，把一直藏在里头的6把刀具拎了出来。刘季刚放好菜坛子，就看见他把这几把刀拿出，心里一惊，本已经淡去的记忆再次浮上心头，赶忙转身面向灶台，胡乱抓一把柴火往灶孔里扔，嘴里装模作样的嘟囔，让大郎帮忙看着火。这小子就知道耍那根破棍子，我再回来晚些，火都要灭了。直到听见对面卧房门关上的声音，这才停下，劫后余生的拍拍胸脯。我找了一只背篓，把6把刀折断放在里头，四周塞满稻草，表面上又铺一层柴火，确保不被人发现，不然入城盘查时说不清来历就麻烦了。先前在铁匠那打的长刀和匕首我早就拿回来了，弹弓的弓身和弹珠也一并带回，只差一根皮筋。出门前检查好携带的匕首和半袋钢珠，确定无误，拿上3个刘季刚做好的白面馒头就走了。走了1个半小时，顺利抵达夏河村。这时铁匠铺刚开门，他确认完刀料的好坏，扔进材料堆里，拿钱给我。我收好钱，上坡去杨家。我刚走到半坡，远远就看见了杨大家的儿子和女儿站在家门口的坝子上张望。看见我，女儿飞快跑进院里喊，爹，秦娘子来了。小姑娘自从知道我打了一头黑熊后，就对我崇拜不已。通知完父亲，立马冲下坡来接我。我冲她点点头，小姑娘热情领她进门到堂屋坐下。杨大把弓和装有20支箭的箭筒一块交给我，我借着火光细看，顿觉眼前一亮，迫不及待拿着弓和箭来到屋外，上手射出几箭，简直爱不释手。回去的路上，身后驶来一辆牛车，车上装着货物，还坐着几个人。道路不宽，我避让到路边，听见车上几人在说，开阳县官府养了8头牛，每一头牛每个月都要吃掉1罐草料钱，现在官府负担不起了，打算把其他牛都卖去，
只留一头。腊月15号那天，官府打算把牛迁到牛马市场处理掉。官府养的牛舍得喂料，平常也没怎么做活，肯定是好的。车上有一个村民有点心动，想到时候去城里看看，价格合适的话买一头回家，来年耕地就轻松了。腊月15那天，兴许我能买到一条牛筋回来给弹弓顶替皮筋使用。想到这，我心头一动，算算日子，就是5天后。过冬的炭还没买，年货好像也要准备一点，正好去县城一趟买回来。手里只剩下10两1钱银子，我反倒不着急了。好工在手，就算打猎我也饿不死。打算等年后再把刘季赶出来做工，补贴家用。此时的刘季正躺在自己的屋子里偷懒，幻想着哪天自己凭借美貌将家中恶妇驯服，让我给自己当牛做马，赚钱给自己花。在距离刘家村还有2里地的地方，我看见一群在地里找食的麻雀，用弹珠猎了6只，带回家加餐。刘季在灶房几次回头，都能看见我拿着弓在院子里得意的比划来比划去，忍不住阴阳怪气的问了一声：“哪来的弓箭？这得花不少银子吧？”我心情好，回头把弓箭对准他，勾唇笑道：“买的不多，5两，5两。”刘季根本控制不住自己震惊的声音，一把破弓居然要5两银子。我皱了皱眉，对准刘季的弓越来越弯：“怎么样，你有意见啊？”刘季咽了口水，露出一个温柔宠溺的微笑：“没意见，没意见，只要娘子喜欢，哪怕50两那也值得。”天色逐渐暗下来，我把弓箭收到卧房挂好，领着4个小孩来到堂屋等饭吃，顺便把二郎手里的麻雀肉丢回去，把他叫到面前教育：家里大人没喊开饭，不许先提筷子，饭菜还没做好，也不能因为馋了就先夹一块自己吃，更不能因为嘴馋就偷吃。当然，只有咱们一家人在的时候可以不用这么规矩，但以后要是有外人在，规矩要遵守，明白吗？这句话不只是对二郎说，也是对其他3个孩子说的。先前的暖房席上，厨房饭菜还没做好端上来，大郎和二郎就偷偷领着龙凤胎跑到厨房，一人偷吃了一块肉。因是主人家的孩子，厨房里帮忙的人也不好说什么。大嫂何氏和邱氏一看，既然不讲规矩，也一人给了自家孩子一小块肉。村里其他家孩子看见，馋得直嚷嚷，有些家长面子上过不去，拍了一巴掌，满院子都是小孩哇哇的哭声。何氏和邱氏2人当时立马不吱声，默默把菜炒好端上桌，有了吃的，哭声这才止住。当时我目睹全程，就想着事后一定要把这兄妹4个的坏习惯给改掉。二郎本来还不以为意，一看我表情严肃起来，小手僵硬的贴着大腿站直身子，小脸不自觉绷了起来。大郎和龙凤胎本来是坐着的，不自觉也站了起来。3郎胆小，怕挨揍，眼里已经提前蓄起一泡泪。4娘无意识舔了舔嘴角，心最大，在回味肉的滋味。这时大郎突然伸出手来：“阿姨，我错了，我不该偷偷带弟弟妹妹去厨房偷吃，你打我吧，是我一个人的错，和二郎他们没关系。”二郎急了，明明是他出的主意，是他拉着3郎4娘卖可怜，大哥心软才领他们去偷吃的。大郎把弟弟往身后一推，继续看着我说：“阿姨，我下次不敢这样了。”二郎心虚不已，想要全盘托出，实在又害怕挨打，心虚的低下头躲避他的眼神。4个孩子紧张的站在我面前，眼里全是害怕。